高血压能不能不吃药啊？很多人啊，一听到这个高血压呀，第一反应就是两个字：完了，这一辈子啊，降压药就甭想停了，吃上去就撤不下来了。于是啊，有人就硬扛着不吃，有人呢，吃了又停，停了又吃，天天啊盯着那个血压计的数字，就跟那个盯股票一样。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的事儿啊。我退休之前呀，血压就高，工作压力大，睡觉睡不好，时不时头疼。那时候我跟很多人一样啊，不敢吃降压药，怕吃上就离不开，就那么硬挺着。我现在呢，比那时候啊岁数大多了，可血压呢却平稳了。这个降压药啊现在基本不吃。后面呢我再给你讲为什么啊。你先别急着羡慕啊，也别急着学。我不是让你停药啊，我是想告诉你，高血压这件事儿啊，光盯着那个数字没用，你得看懂它背后的原因。原因呢搞清楚了，这个降压减药的办法自然就有了。我们首先得知道啊，这高血压到底对我们有哪些伤害。先说最轻的啊，血压一高，头痛、头闷、发晕，脑子里嗡嗡的跳，这是身体在提醒你。但这还不是最要紧的，真正要紧的是高血压导致的血管破裂出血。第一种情况呢，血管破在脑子里了，这是脑出血，非死即残呐。第二种呢叫动脉夹层，我给你翻译一下啊。咱们人体最大的血管是主动脉，从心脏出来一路往下走，它承接的压力是全身最大。血要是天天使劲的这个往前冲它就可能把血管的内膜冲出一个破口，这个血流就顺着口子往里钻，把这血管壁分成两层，就像那个劈竹子一样血管壁本来呢严丝合缝的，这下有了缝这个外面的这个那层皮又薄，压力一大，说破就破，大动脉一破，大出血，人瞬间就没了，基本上没有抢救的机会。我当年的一个同事才30多岁，工作压力特别大，血压高，自己没当回事儿，降压药也没好好吃。有一天突然剧烈的腹痛，送到医院一查，就是这个动脉夹层血管破裂了，大出血，人瞬间就没了。我说这个不是为了吓你，是为了让你知道这种极端的情况往往都发生在长期忽视高血压的人身上。你只要重视它，管住它，根本就不可能发展到这一步。今天咱们先说这个血压为什么会高。我总结了2个字：硬件和软件。先说这硬件就是血管本身变硬了。那好端端的血管为什么会硬呢？我告诉你主要的是3种原因。第一种是血糖，第二种血脂，
尤其是那个低密度胆固醇，就是大家常说的坏胆固醇。第三种呢，就是这个重金属。国外的文献啊写的清清楚楚。但是这个汞啊，一种重金属超标就会让血管硬化，导致高血压。另外呢，这个烟草里的烟雾里啊，还有一种重金属叫铬，同样是这个血管硬化的推手。所以抽烟的这件事啊，伤的从来不只是肺，它悄悄的让你的血管变硬。这个吸烟的人啊，很多人是不知道的。重金属这东西来源超出你的想象，比方说不合格的化妆品、染发剂里有，污水液里的那个海鲜里有，小龙虾呢在那个臭水沟里啊都能活，它富集的重金属的本事特别强。还有呢，这个鱼头啊，是鱼身上重金属富集最多的部位。还有这个冬虫夏草、浓茶，一些含矿物质的中草药啊，都是重金属的来源。咱们心脏泵血的压力呢，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如果是血管硬了，弹性就没有了，这个血流呢往前冲之后啊，血管壁承受的压力就会变大，这就是高血压。那刚才说那个软件是什么呢？软件啊，就是血管的紧张度。咱们的血管啊，不是一根死管子，血管壁上有平滑肌，有神经。这个你一紧张啊，它就跟着收紧，管腔呢会变小，所以血压呢立马就上去了。比方说你一生气，这个怒发冲冠啊，这个脸红脖粗的，那一瞬间啊，这个血压就噌就上去了。哎，你睡不好觉，第二天血压也会上来。为什么呢？睡眠不光是让你精神放松，血管也是靠睡眠那段时间来放松的。血管上全是神经，你不让它放松，它就只能紧绷着。还有呢，天气的因素，这个天气一冷啊，身体是为了防止散热，血管呢自动收缩，血压也会上来。反之呢，这个天热，血管扩张，出汗，血压呢就会降下来啊。所以很多北方的高血压朋友，冬天的药得加量，但是呢，一到温暖的地方，气候变暖，空气里带那个负电荷的负氧离子多了，血管会放松，血压自然就下来了。有不少人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就减药了。还有呢，你如果吃的太咸，口味重，这个盐呢会把这个水留在血液里，血量变多，血管的压力呢自然就升高了。这就是为什么医生叮嘱那些这个高血压的病人啊，要少吃盐，少盐。对了，还有一种很特殊的情况啊，肾上腺上长了个小瘤子，这个东西会不同的分泌让人血压升高的肾上腺素，导致血压就一直降不下来。这种情况啊，是能通过手术把它摘掉，血压才能治好。所以你看啊，这个高血压从来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能找到原因的。只不过硬件呢是内因，软件呢是外因。很多人说我的血压忽高忽低的，是不是特别危险？我说你先别慌啊，忽高忽低大多数是软件的原因。例如没睡好觉啊，心情差，这个天冷天热啊，
血压呢就是跟着这个外界变化啊。这也说明啊，你的血管还有弹性，还有反应能力。真要担心呢，是那种长期血压高居不下的。现在说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话题：喝酒到底会不会导致血压升高？网上呢有两种说法一边说呢喝酒会导致血压升高一边呢中医说了少量饮酒可以舒筋活络反而会降血压。这到底谁是对的呢？我告诉你都对。这个你喝完酒以后酒精呢把血管上的神经麻醉了，血管一放松一扩张血压短时间内往下走，血液循环也畅快一点，这就是舒筋活络的道理，是真的。可是呢，酒精劲儿一过呢，神经又重新绷起来，血管重新收紧，这个血压该高的还是高。所以酒精至始至终对血压就是个短效的麻醉剂。麻醉的时候呢，看着挺好，劲儿过了，一切照旧。它没有解决血管上任何问题。那有人就问了这个酒精到底会不会让血管变硬啊？说实话到现在也没有直接证据说酒精这样东西单独就能让血管变硬。可为什么爱喝酒的人血压高的那么多呢？你想想喝酒的那个场面就明白了。喝酒的人呢，有几是干喝的呢？必然是大鱼大肉，而且睡得晚，作息乱。真正把血管变硬的是那一桌子的大鱼大肉带来的这个血糖血脂，是那一套生活方式。你看我见过一位80多岁的这个老太太，她每天半斤酒，那不怎么吃菜，血压好得很。这当然只是个例不是让你照着学，但它至少说明一件事儿：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那口酒，而是爱喝酒的人呢，同时会大鱼大肉的那种生活方式。这个第二个问题呢，是已经有了高血压怎么办？我的建议是分3步解决。第一步，先降压。血压已经起来了，就别降先把血压降下去。一定要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降压药。这个事儿有2件事千万要记住一个是千万别不管它如果随它去，血管总有一天会扛不住的。第二个呢别自己乱选药。这市面上的降压药有40-50种，每一种的原理都不一样，别人吃的管用到你身上未必管用。你换来换去40-50种，怎么能换得过来嘛？而且这个是药3分毒，选错了呢，肝肾跟着受伤害。这件事儿必须听医生的。现在呢，可以做那个基因检测帮你匹配降压药。第二步呢，要减少导致高血压的不良因素。血糖高就控血糖，血脂高就控血脂，重金属超标呢就想办法排出去。可以多吃点胡萝卜、大青椒这类有助排泄重金属的食物。再者呢，就是把那个肠道要养好，肠道通畅，该排的排，排得出去，该拦的
拦得住。吃的咸了呢，就吃淡一点。睡不好啊，脾气大，就把睡眠啊和心情一起调理。这些不良因素没了，血管硬化就慢慢下来，血管的紧张度呢也就松下来，血压呢自然就下来了。这第3步要换环境，换状态。如果有条件的话建议去那个气候宜人、空气干净的地方住一阵儿。这个负氧离子足的地方，血管是会放松的。心情一宽觉一睡好，血压降的比吃药还快。很多人最关心的来了，这么干药能减吗？我的回答是能不少人一边吃着药，一边把3步做得扎实，药量一点点减下去。还有的人最后就不用吃药了。但是减药停药必须要经过医生评估你自己偷偷的停那就是拿命开玩笑。那高血压如何预防呢？血管硬化呢，它不是一天导致的是今天海吃壶喝一顿，明天熬一个大夜，生一场大气等于呢今天让血管变硬一点点，明天呢又让血管变硬一点，硬到一定程度，血压就上来了。所以这个要从年轻的时候就要有这个概念，血糖、血脂、重金属这3个指标要控制住，情绪、睡眠、环境也要调整好。预防这件事儿永远比治疗要便宜10000倍。最后呢，说说我自己我退休以后来到中国的海南岛生活工作，第一件事就把自己管好了。这个饮食上呢也自律了先把那个体重减下来。前段时间呢去医院检查，这个血糖、血脂这2个指标都非常好。你看我退休前的照片整个人呢是臃肿的，更关键是那个软件。我现在这个心态呢，用我自己的话，啥都不重要，天天乐呵呵的，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你看，比当年老了10多岁，血压反而稳了。所以我想把这句话送给你：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呢，只盯着那个数字，却不看原因。我一直说，最好的治疗呢，是从养开始，养在前面，很多的病呢根本就不会有了。我是刚叔，行医几十年现在在海南专门教你怎么保养身体。如果今天这期呢对你有用，点个关注。下期咱们聊聊胆固醇，好胆固醇、坏胆固醇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里头的原理比你想象的要复杂。你的血压有什么困扰？评论区写下来，我给你分析分析。咱们评论区见。